前世我害得8个伏地魔姐姐家破人亡，就连最小的姐姐都被我卖进了黑窑。等我悔悟时，才发现身边竟无一人陪伴。意外回到70年代的我，却要成为伏解魔，带着我的姐姐们发家致富。伏地，你个傻妮子，快点下来！你这是要了妈的命啊！妈，浩浩下乡是板上钉钉的事，我的工作给了他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除非有人替他下乡。您是想让我下乡吗？我都22岁的老姑娘了，您要让我一辈子都在乡下？妈，您今天也不用上吊逼我了，我这就跳下去，让浩浩顶我的班，还了您的养育之恩。七姐，你千万别做傻事，为了我这么个混账东西，不值得放弃生命。这齐家小九啥时候转性，治到疼姐姐了？七姐，我不要你的工作了，我去下乡，家里就我一个儿子，哪能让你去遭罪？你是我亲姐，以前是我混账，不懂得疼惜人，今后你看我表现。宝弟啊，妈的心肝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给这个贱丫头磕什么头？她福薄受不起，敢跟老娘要死要活，让她跳，我看她有没有这个胆。妈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老儿子，就不许开口说话了，不然七姐跳下去，我也跟着跳。老太太被吓得赶忙点头，却不忘了狠狠瞪伏地一眼。伏地刚有些动容的神情立马没了，讽刺凄凉道：妈，你以为我跟您一样，没事就要死要活吗？是你们不给我活路，我知道，只要我今天跟你们回去，肯定出不了门，后天被你们直接送到火车上，与其一辈子没有希望，倒不如现在一死百了。齐浩很清楚七姐是说到做到的，前世他就决绝地跳了下去，只不过堤坝坡比较缓，他没能掉落到河道里，而是狠狠摔在碎石上，脑袋磕破变得痴傻。看着七姐清冷的模样，齐浩使劲扇了自己耳光，啪的声音比磕头还让人心颤，七伏地都被吓了一跳，脸色惨白，色厉内荏道：齐浩，你为了骗我下去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我是不会被你们蛊惑的。齐浩一声不吭，目光紧紧看着伏地，只是一味地扇自己。反正是在梦里，打死自己都不足以偿还七姐失智、被卖还被家暴的悲惨人生。宝弟啊，你这是干啥啊？咱有话好好说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下乡还不行吗？七姐，不用你下乡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，有这么多街坊和街道办的同志们作证，你继续上班，我响应国家号召，下乡支援农村建设。这还是那个被齐家老两口宠溺的，除了反骨全是软骨的齐家小九。宝弟啊，你别吓唬妈。齐浩，我告诉你，我连死都不怕了，你最好别打什么坏主意。七姐，别说是我，就是咱爸妈也不敢将你怎么样，不然以后我生的孩子没屁眼。你这孩子怎么口无遮拦啊？好，你就护着你七姐吧，你们都大了，我是管不了，有什么事回家说。众人见热闹没了，纷纷劝了伏地几句后就散了开来。回到家里，老太太赶忙寻来紫药水，对着齐浩的脸心疼的一阵涂抹。行了，你们将我骗回家了，不如一口气跟我说说，需要我做什么？齐浩有些头疼，别说他七姐这么想了，就连老太太、搓澡被喊回来的老头和八姐旺男，也都齐齐看着他。七姐这个时候谈了个对象，那个对象在她被摔坏脑袋后，不仅骗光了七姐的钱，还跟七姐推了婚，转头带着小三回去，那我就先截胡，替七姐攒嫁妆。妈，我七姐说的对，下乡是板上钉钉的事，表格上填的是我的名，我肯定逃不掉的。我就一个要求，在我返程之前，七姐不能嫁人。凭什么我在乡下遭罪，她欢欢喜喜结婚？要是未来七姐夫是真心的，等我1-2年呗。再说了，七姐结婚后还会往家里拿钱吗？我下乡老遭罪了，瞧瞧我这小身板，是干农活的料吗？就这么定了，宝弟下乡，伏地每个月工资拿出70%给宝弟。就知道这狗东西不安好心，合着他下乡继续吃香喝辣，而我上班赚钱给他花。好，大不了多找点兼职，不管如何，总比下乡来的强。行啊，爸妈姐，我要下乡了，你们记得给我准备东西，早点邮寄过去。我可不想拎着那么多包机火车，丢了东西便宜别人。我出去逛逛，不用等我吃饭。好不容易在齐老太碎碎念中从家里出来，齐浩微垂着眸子，这会儿他也感觉到不对劲了。我不是高热不退，又没有打退烧针，脏器衰竭而亡吗？怎么会还能感觉额头上的伤口火辣辣的疼？难道我重生了？可我的羊脂玉扳指怎么还在手上？齐浩看着那玉扳指更加恍惚了，因为羊脂玉扳指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一个嫣红的痣，而他脑海中竟然出现了一个约莫40平方米的山洞，中央有一根倒挂的石棱，上面凝聚的一滴乳白色液体恰好滴答落在下面的水洼中，旁边的石台上放着一本养生诀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齐浩心思一动，触碰到的火柴盒下一秒已经出现在了山洞中，再随着他所想，火柴又回到了他手中。自己真是重生了，就连陪伴我20多年的玉扳指也跟了来，还成为了随身空间。齐浩同志，你前脚刚答应下乡，现在跑过来做什么？我可跟你说，下乡的报名表我们昨天就交到了市里知青安置办，现在已经盖了红章，户口和档案调出来了，不能更改。是啊，您别急，我不是来更改或者撤回我的报名表的。那你来做什么？领安置费吗？过来签个字。女子面无表情地拿出个收据单，推到齐浩面前，看着熟悉的地址，齐浩接过纸，干脆利索地签了大名。齐浩同志，你要下乡的地方风景优美，民风淳朴，土地肥沃，是大家伙抢着去的好地方。你下乡后好好努力，过1-2年，说不定城里有招工名额就回来了。这135块钱是安置费和批条，你拿好，可别乱花，交给你妈置办下乡的用品。风景优美，山沟沟里有山有水能不优美？民风淳朴，
那可不，隔三差五几个村子里的村民拿着榔头、锄头交流感情。婶儿，再给我拿2张报名表，我俩朋友特别上进，一听说我去下乡支援建设，非要一起。本来我还想拦着呢，可听婶儿这么一说，就放心了。好朋友就要同甘共苦不是？他们的体检表和照片我都给带来了，还有委托书。每个街道办都是有下乡指标的。前些年，青年们壮志豪情，满是热血和激昂，大家伙为了抢名额，都争红了眼。可现实将一批批下乡的知青们交个透心凉，弄得现在报名下乡的人数连指标的一半都不够。真的？那女子脸上顿时笑开了花，语气格外亲切诚恳。她也不管这2倒霉孩子是谁，递过去2张报名表。上一世，她从小到大好到能穿一条裤子的程向前，为了逃避下乡，偷偷帮她填写了报名表，让她顶替了这个名额。而刚刚提供体检表和照片的，就是刚同意跟她处对象的皮包厂长千金赵彩凤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一拖二，她赚了。婶儿，填好了，他们俩的安置费和批条你也一起给我，回头我们仨一起买东西。从街道办出去，齐浩直奔西南边的巷子里，这里的巷子四通八达，成为黑市窝点。齐浩零散的扫荡了一圈，直到将手里400块钱都挥霍的差不多，才意犹未尽的离开。干嘛呢？这是姐姐，你们不上班？我不是后天才走，你们请假是不是太早了？小九，你从小身体就不好，没做过重活，下乡哪能劳累呀？这不，我家志国跟你同岁，也高中毕业要下乡，正好跟你一起作伴，有什么活就让他来。季志国是比我大3个月的大外甥，相隔近50年，齐浩的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了。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大姐被老太太迫害的严重，属于伏地魔中的战斗机，有啥好的，全往娘家扒了。她生的孩子子承母业，几乎将我这个老舅当2个爸爸孝敬了。上辈子季志国确实也下乡了，只是晚了1年。跟齐浩一个公社，2个村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他为了护着自己这个老舅，腿被镰刀割伤，成了跛子。大姐，你是长房长媳，当年才多大就上门给他们当牛做马，早早为他们季家生下了大胖孙子。后来你又有了2儿3女，多子多福，你可是季家的大功臣。咋的？我大外甥刚高中毕业就下乡，这不是欺负咱们齐家没人吗？齐浩这话说在他们心坎里了。齐盼娣眼眶泛红，嘴唇哆嗦下，没敢吭声。瞧他这样子，齐浩心里有了个无奈的猜测。大姐，我瞧着季家对治国也不是多差，当初不是说好了，你公公的工作暂时让3房媳妇顶着，回头给治国吗？现在反悔了，凭什么？合着当初是糊弄咱们的。老舅，是我妈听说你要下乡，想给您多备点钱票。我三婶儿本就不愿意归还工作，这次更是揪住我妈疼你的事不放，说治国。大姐，让他说，你是巨嘴葫芦，还不允许别人将委屈说出来。我后天一早就要走，哪里有那么多时间？不得下乡前给你将这口恶气出了，省得我一走天高路远，他们得蹦跶到你们娘几个头上撒欢。治国，你继续说，省得他们觉得咱们被拿捏到，回头欺负人变本加厉。三婶儿嫌弃我妈没有工作，我们大房孩子多，哪里是我爸一个人工资能养活的，全靠爷奶补贴。还说我妈总是补贴家里，却不看每次我娘也是带回去东西的。带回去3瓜2枣也是带，礼轻情意重。三婶儿说，要么爷爷的工作让给2房和3房，要么就分家。我爷奶不愿意分家，所以就给你们俩钱打发了。俩钱是多少？250。我操！伤害不大，侮辱性倒是很强。骂谁呢？二婶也说，工作是大家的，要3房平摊，还得给爷奶留一份，1000块钱的1/4，确实是这些。你爷病退，将工作让给3房10年了，你们大房是一点便宜没占，如今就被250打发了，全家就显得他们聪明啊。再说了，我姐拿回娘家的那份不偷不抢，他们每次不也跟着多拿一份，不该感恩戴德，还倒打一耙，得到便宜不说，眼看便宜沾染不到，就狗急跳墙，来个釜底抽薪。齐浩这么一说，全家人的脑袋跟着转了转，全都明白了。哎呦喂，还是我家宝弟聪明，一眼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。一群不要脸的玩意儿，欺负我家盼弟只有一个弟弟撑腰啊！不行，老娘得去他们季家闹，我一个听话懂事的大闺女，被他们搓磨成什么样了？我大外孙好好一个高中生，要下乡吃苦，这是打咱们齐家的脸。妈，您说怎么办啊？治国下乡的事已经定了，而且我们还签了啥协议？拿了钱协议生效，咱们闹也没用。大姐，急什么儿？这办法总比问题多。走，现在是饭点，咱们去蹭个饭，联络下感情。我要下乡了，要好好交代他们，厚待我大姐。对，他们季家不能这么欺负人，我们要是不跟盼弟撑腰，这次被他们得逞了，下次还敢得寸进尺。咱们都过去，他季家敢不招待？齐家的动静太大，门口挤满了街坊邻居。齐老太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，瞬间有点不知所措。妈，要脸干啥？这事本来就是他季家不对，咱宣扬出去，看看没脸的是谁。他们敢做，为啥不敢让人说？再说了，我要下乡了，没有这恶名压着，我6个出家的姐姐岂不是被人欺负死了？听见了没？出了事还是你弟挡着，看看他身体不好，马上下乡了，还为你这个当大姐的奔波，你腾出来的弟弟现在都会给你遮风挡雨了。以后记得他的好，你才多大，就你婆家那一大家子，以后有更多的是靠你弟给你出头呢。大姐感动得浑身发抖，后面的姐姐们也泪眼汪汪的，就连晌午要死要活的七姐神色都有些松动。于是齐老太含着泪，拉着隔壁邻居就开始哭诉大闺女的苦。我家盼弟在季家当牛做马，吃的比猪差，
做的比牛多，睡得比狗少，搓磨不成样子了。好不容易将治国拉拔长大，该吃婆家画的大饼，结果人家不兑现了。明明家里有工作能顶，却让长孙下乡，哪里是明白人家能做出来的蠢事？难怪我们家氛围稳定，以前不觉得如何，可重生回来才发现咱妈是个人才，简直是个 PUA 高手啊！亲家公、亲家母，你们怎么这个点过来了？叔婶儿，我听说治国也要下乡，咋回事？当初不是说好了，叔的工作暂时给家里的谁干着，等治国毕业就还回来，咋站久了就当成自个儿的，不愿意挪窝了？你们季家还没分家呢，咋叔和婶儿的话不中用了？要我说啊，你们得拿出当大家长的威严来，一口吐沫一颗钉，说过的话不算话，上行下效。到时候你看看养出些什么丧良心的玩意儿。叔和婶儿各有内部招工资格，2个工作加上婶儿的工作能接班，正好分给家里3个儿子。叔的工作是在谁家养老就给谁，难不成你们不让我大姐夫养老？怎么会呢？治国他老舅，我跟他奶都是要跟着你姐夫和你姐的，有大儿子在，我让别人养老，你姐夫和你姐脸上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要脸干啥？反正你们老两口都豁出去了，不打算再涨房养老，我姐夫和我姐是掉块肉呢，还是少块皮？没道理，他们出人出力还捞不着好，倒是你们老两口要了一辈子的面子要被削薄了。季老太咬咬牙，眼珠子转了一圈，往地上一坐，开始拍腿哭喊：齐家不做人呐！你们一个个都逼我们老两口，我们就这俩工作，给这个不行，给那个不行，不就一个工作？我们辛辛苦苦将孩子拉拔大，又是娶媳妇，又是带孩子，好不容易孩子也大了，难不成孙子和重孙也得我们管啊？齐家人脸色难看，齐老太上前几步，也想比谁更加彪悍起来。齐浩见状，连忙拉住道：妈，你凑啥热闹？鸡婶演的上头，给咱们饭钱凑去，咱们就看着学经验，往后出去也不吃亏。一看齐家人不接招，季老太还真有点演不下去了，没有台阶下，只能尬在那里，唱不是，起来也不行。婶儿，我大姐多辛苦，大家长眼睛啊，可不是你随便2句就能颠倒黑白。你这是将别人当成傻子，我也不跟你们兜圈子，合着她一个人在家里忙活，半点功劳没有，长工还给工钱呢。大姐，之前的250拿出来。齐盼地赶忙将钱拿了出来，齐浩接过钱，直接拍在桌子上怒道：治国下乡的事没得改，但是我姐在，这个工作给她，等1-2年，她再将工作给治国，也好让治国返程娶媳妇，这钱就当是对治国下乡的补偿。要么，姐夫一家给我们齐家当上门女婿，大儿子、大孙子你们不稀罕，我们齐家稀罕。往后他们工作啊，婚嫁也跟你们季家没关系，别拿着人当牛做马，还不给人饲料，没有天理的事。对，白得一个有工作的女婿，我们稀罕着呢。不行，这工作给你大姐，以后还能姓季吗？我看啊，1-2年后返程的是你齐浩吧？你这歪理也就糊弄下我老实的大姐和季家这群蠢蛋，没发生的事就成为你们抢夺工作的理由，白占了10年的工作，已经算是便宜你们了。如果你们再胡搅蛮缠，信不信我去算算你们这10年赚了多少工资，又拿了多少福利？实在不行，我去你们厂里闹闹，大不了谁都不要工作了。我们齐家向来天不怕地不怕，你们敢吗？季老爷子气得胸口起伏，他活了这么多岁数，也明白齐浩是混不吝的，今儿个不如了齐家的意思，那谁都别想要这份工作了，面子和名声也没了。更何况这件事确实是他们季家事性在先的，就按治国他老舅说的算，明天我们去厂里办手续，工作先让盼弟干着，回头再转给治国。爸，您不能偏心啊！同样当儿子的，干啥大哥多得一份工作，就大嫂事想着娘家，能伺候好你们老两口吗？到最后还不是我们2房、3房的事。说这话你们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，孝顺可不是说出来的，得看实际行动。叔婶儿，现在你们要是和稀泥，寒了真孝顺孩子的心，等你们腿脚不便的时候，那才是给自己找罪受呢。这2房和3房的心都是被你们给养大的，今天工作，明天能怕你们看病花钱要你们的命。季家老两口神色闪烁，他们是有点欺负大房，谁让大房是埋头干活好拿捏的，每次大媳妇往家里拿点东西，心里愧疚，回来拼命的干活补偿。可论起孝顺来，确实大房比其他2房好太多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你们要是不满，那就分家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都搬出去。现在还是我当家，房子是我的，工作是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好，叔是个明事理的，就冲您这断家务事的气魄，往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呢。这群崽子们也就仗着您心软，得寸进尺，贪心不足蛇吞象呢。等我跟治国下乡，回头上山猎了野味，肯定给您邮寄1大包，再给您泡人参酒，让您活到99。好，你小子可真会说话。叔这个大家长责任重大，以后可不敢坏了原则。齐大哥啊，你家一个儿子，赶我家一窝啊！今天咱们不醉不归，老大媳妇，待会你弟走的时候，记得将你大姑从东北邮寄的腊肠带上5-6根，那个晒得干，夏天能放得住。齐家人脸上那叫一个欢喜，尤其是齐盼弟捂着嘴连连点头，泪哗哗的流，说是峰回路转也不为过了。季开和拍拍他的肩膀，也是动容的说道：盼弟，没想到到头来跟咱们最亲的是你弟弟。那可不，我弟有良心，懂得感恩，知道疼他大姐，才不是你家那些喂不熟的白眼狼。
是，以后你工作了，多给咱弟邮寄钱和票，他身体不好。那还用你说，我心里有数呢。季志国也凑到齐浩跟前，笑着说道：“老舅，往后你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。下午的时候，我妈带我去知青安置办，将咱们俩调到一起。下乡后，你的活我全包了。”你这傻小子，用不着你老舅不靠地里的工分填肚子，跟着老舅保管你吃香喝辣。二姐齐来弟得知弟弟要下乡插队，立即将女儿送给弟弟做家务。宝弟，你外甥女也要下乡，让她给你洗衣服做饭，你就护着她别被人欺负了。老舅，我可能干了，人家都说女孩子下乡不安全，跟着老舅，我啥也不怕。齐浩摸着小丫头的额头，确实上一世16岁的张新南跟着她下乡。小姑娘存在感很低，可她刚进村里就被村里的二流子惦记上。她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被人欺负威胁了，只会躲着哭。等齐浩发现的时候，她已经大着肚子吊死在后山上，恨得他将那二流子给吊到后山喂了狼。行吧，丫头，让老舅护着你容易，但老舅是爷们，不可能24小时盯着你。记住啊，遇到什么大事小事都跟老舅说，不然等我发现，先揍你一顿。张新南缩了下脖子，连连点头。等回到齐家的时候，齐浩就被吓了一跳。哎呦喂，妈，您这是要搬家？还不是你姐姐们帮忙买的。你下乡要在乡下待1-2年，可不就是搬家？被褥、被子，薄的、厚的，枕头、棉衣等等，这些占地方。现在天气热，可山里夜里凉，你身体弱可别感冒了。还有暖壶、脸盆、毛巾、锅碗瓢盆，吃的喝的用的，哪一样都不贵。可到了乡下啥也买不到，买不好，咱们不得提前备好。还好志国和楠楠跟你一起，你们只带着被褥、2件衣服、1套锅碗、暖水壶和脸盆，再带点吃的，其他的我们慢慢邮寄过去。意思得了，我一个爷们咋跟小姑娘出门似的？行了，用不着你插手。饿了没？我给你擀了葱油饼，多做出些，明天你们路上吃。还真饿了，就惦记着您做的这一口。家里俩老人对齐浩是掏心掏肺的好，只是他们用错了方式，将8个姐姐的幸福也铺在了他脚底下。年轻那会儿，他不觉得怎么样，可随着姐姐们日子越过越差，而他见闻增长上去，才明白当初他们错得多离谱。咱家厨房小，你在外面待着就行，也不嫌热。妈，咱家现在没啥负担，6个姐姐出嫁，我7姐和8姐有工作，您和我爸别跟年轻时候一样，牺牲健康赚块8毛的。你这孩子，明儿个下乡，这2天突然就长大了，我眼窝子浅，你别招惹我，咋就没啥负担呢？你先下乡，我月给你邮寄钱票和吃的，你别委屈自己，地里的活太累了，你别干，躲不过去就让志国和楠楠帮忙，累坏了身子就太不值当了。还有啊，爸妈给你寻摸个好工作，咱家娶媳妇不能被人比下去，到时候我们给你们在旁边买一套房子。妈，钱是赚不完的，我还指望您跟我爸活到100，看着重孙子出生呢，尤其是我爸都100年纪了，还跟小年轻似的扛那么重的货物，您不心疼我心疼。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明年夏天下雨的时候，老头子脚滑摔了腿，腰也受了重伤，在床上躺了小半年，连提桶水都不行了。你爸闲不住的，我也劝过，可他不听，说咱家就你这么个儿子，长得好聪明孝顺，咱们齐家给不了你多好的生活，他想多努力。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妈，那你跟我爸对我工作上心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看仓库啊、看大门啊，这样轻快不动脑的活，先摘下来让我爸干着，回头我在乡下玩够了再回来。宝弟，你是高中生，怎么这也得坐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，看仓库和看大门的活，让你娶不了好媳妇。行了，这事你别操心，我跟你爸看着来。老爷子明年夏天才摔伤，还有1年的时间谋划，暂时还是不提这事了。妈，你对我几个姐姐好点，她们掏心掏肺为了咱们家，你对邻里都比对她们好，这不是寒了她们的心，也别让她们总顾在家里，得先将自己小家顾好。我7姐的事也是给咱们一个警醒，姐姐们生活好了，咱们也日子过得舒坦。知道了，油饼好了，你快点吃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茶叶蛋。刚才你大姐来过了，工作的事落实了，下午她就去上班，给你送来了2只母鸡。中午我给你做个土豆炖鸡贴饼，再多做几个麻辣鸡丁罐头。你3姐、4姐送来了猪肉、牛肉和大骨，我去找人把骨头磨成粉再烘干装起来，人家说这玩意儿大补，回头让楠楠给你用鸡蛋冲汤喝。显然齐老太压根没听进去，匆匆将吃的弄好，拎着1不兜的骨头和一个空的麦乳精罐头出门了。老太太烙了不少油饼，准备让齐浩带着路上吃，她喜欢刚出锅的，就将没吃完的都放入了空间里。浩哥在家不？出来打个球。钟居然，上一世在一次去现场考察的时候，为了救我，自己却被高楼坠物砸死的兄弟。干啥呢，浩哥？不就是下乡吗？我跟刘小三也跟你一起去，到时候地里的活我们帮你干，有好吃的你别忘了分给我们一口。浩哥，刘明华，上一世到了别人录取通知书，考入京都师范大学，后来又成为我跨国公司财务总监的卑鄙小人，这一世我就跟你们好好的玩玩，不把你们折磨成神经病，都对不起上天给我重新独当的机会。浩哥，南码头的那群崽子，听说你要去下乡，嘚瑟的不行，要跟你送行呢，约在文化宫的台球厅，听他们的意思是要玩一场大的。他们这是瞄上我手里的安置费了。凤姐和向前已经带着几个兄弟过去了，让咱们快点。听到凤姐，
齐浩差点没喷笑出来，这可是初代网红代表。当初凤姐出名后，赵彩凤气得不行，让人改口喊她嫂子或者夫人。那还等什么？走着呗。浩哥，你总算来了。南码头那群人太欺负人了，我们没忍住就替你硬下赌局了。替我硬下？那如果我输了，你们替我掏钱不？我们哪里有钱？那可是20张大团结呢。赵小恒，你们没钱，怎么就敢硬下来的？你们有本事赢他们吗？凭什么替浩哥硬下来？水桶的篓子谁来？反正我们不认，还20张大团结，安置费一共才100多块。就刚才上头了，话赶话中了他们的激将法。豹子哥也在，咱们不认这个赌局也不行，除非每个人都留下一根小手指。浩哥，肯定是他们欺负凤姐，兄弟们看不过去才犯了蠢。你台球打得好，正好狠狠打脸他们，省得他们以为咱们下乡就怕他们了，也给豹子哥一个面子。对，凤姐是浩哥的女朋友，她好不容易答应做咱们的嫂子，兄弟们哪能让别人欺负她？行吧，我倒是看看你们到底组了个什么局。文化宫内有个不小的台球厅，里面放置着几张台球桌。这会儿台球厅里有10几人，分成2派站着，中间一个穿着短袖衬衣、浑身带着鼓、收敛不住力气的男子正坐在沙发上。豹哥，您这么忙，还让您凑空过来给兄弟镇场子。待会等兄弟们赢了，带您去国营饭店搓一顿，您再帮着小弟拿一条大前门回家，给叔解解乏。行了，又不是多大的事，你也知道我的规矩，我这个人最公平了。你们有这个能力赢得比赛，我自然不会让对方赖账。可要是兄弟们技不如人，那大前门我们仍旧孝敬给叔，不会让您白跑一趟。不过我们不会输的。前2天我认识了个是台球冠军，那可是天生吃这碗饭的，参加比赛冠军拿到手软。这场比赛我们稳赢。上一世也有这么一场比赛，但输的是齐浩，不仅刚到手还没暖热的安置费输了出去，就连钟居然的安置费也填进去了一半。阿浩，他们欺负我。怎么欺负你了？还不是高成林嫉妒你找了我当女朋友，想让我跟了他，我肯定不乐意啊。他就提出比赛，看看谁更厉害。我气不过就硬下来了。阿浩，你肯定能为我出气的，对不对？你玩台球可好了。年轻那会儿我脑子到底多不好，咋就喜欢这么个绿茶女婊？可是我没钱怎么办？怎么会没钱？你不是刚拿了安置费，不够的可以让钟居然凑下。不过阿浩，你还没开始比赛呢，怎么能说这丧气话？我相信你肯定能赢。哎呦喂，齐浩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之前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呢，刚才你对象替你应下了比赛，都签字画押了。如果你不比赛，你对象可就归我了。啧，这么白嫩的黄花大闺女，你舍得？阿浩，你快点答应吧！毛先生都说了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那都是耍流氓。咱们是对象，你要对我负责。今天你必须要比赛。彩凤，你知道我干不了重活，家里让我大外甥跟我一起下乡，为了把我们2人调到一个地方，就把安置费给填了进去，都没过我的手。你也真是的，咋做事这么冲动呢？别人说什么都阴，要是改天人家说你不敢吃屎，你还真抓起来往嘴里填。浩哥，你这比喻很生动。凤姐啊，你得长点记性，别哪天给我靖哥捅了大篓子，兜不住。哼！高成林，你不就是想要我手里的安置费吗？可惜你没有提前打好招呼，我现在兜里比脸都干净，哪怕我输了也拉不出来200块。他们不是跟你一起下乡，你们是好兄弟，还能不给你拿钱填补？回头等你有了钱再还过去就行了。不会你浩哥连200块都担不起吧？如果你现在跪下来认怂，挨个磕3个响头喊我们爷爷，再将女朋友让出来，那我们也不是不能好商量，对吧，豹哥？林哥，您这惩罚也太轻了吧，不疼不痒的。要我说，让他扇自己的巴掌，你看他脸上的巴掌印都消下去了，怎么充胖子？你小子听过我豹哥的名吧？金儿哥，我在这里，不管谁替你赢下了比赛，白纸黑字写下来了，这场比赛免不了。不想比赛，你就按照高成林他们说的办，不然你们谁都别想走出这山门。豹哥误会了，我没说不比啊，只是参赛的是我，输了比赛赔钱的也是我，而且比赛对手还是市里的台球冠军，这不明摆着让我掏钱，还没有回旋余地的那种。豹哥也不想被人当枪使，主持了一个本身就不公平的比赛吧？你威胁我，还是说我脑子不好，由着别人糊弄？豹哥，这可不是我说的，但凡长脑子的，听人将今天的事说出去，他们怎么想？绕这大圈，不还是让我给人当孙子？我这是为您名声着想，比赛肯定是要比的，我齐浩也是要面子的，但是怎么比是有说法的。豹哥，这小子从小鬼心眼就多，您可别上了他抵当。你说怎么让这个比赛显得公平？很简单啊，高风险对应的是高收益，只要鱼饵足够，鲨鱼都得上钩。咱们玩就玩把大的，这样的话，外面的人就会说我齐浩为了这份好处，脑袋被夹了，拦都拦不住的答应了比赛，谁还能说豹哥您的一个不是？齐浩，我跟你说，这次你铁定栽了。你是不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市里的台球冠军，哪里是你一个片区混混能比的？行啊，你就说说你想怎么比，我这个人不贪。如果我输了，我身后的兄弟有一个算一个，全拿135块钱。我听我浩哥的。其他人对视一眼，都快哭了。别说100多块钱了，就是拿出来10块钱，都跟挖他们的心一样。
浩哥，咱们玩的有点大吧？兄弟们哪里有这么多钱啊？合着你们没钱是真没钱，浩哥没钱还能生出钱来。丞相钱，不是我说你，平时你脑袋瓜不是挺好用的？班里的好学生咋不知道拦着他们点？我拦了，没拦住。你们愿意跟我承担，那赢了钱就3-7分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赢面不大，拿不出这100多块钱，就立个字据，这笔钱算我头上。同样的，待会赢了钱也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浩哥，对不起，我的安置费被我爸妈收走了，不是兄弟不帮你，而是我真没这个能力。你放心，下乡后我肯定给你多干活。刘小三，你说什么呢？没钱就打欠条，我们下乡赚工分补上，也绝对不能让浩哥没脸。对不起，我这个人胆子小，手里没钱，也没能力赚这么多。向前，你是支持我的吧？浩哥，你知道我家里条件也不好，只能拼命学习才能搏出一条生路来。不过你要是欠钱多，等我工作了，每个月也替你分担一点。丞相钱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不就是想跟我们划清界限，也不掏钱呗？不是这样的。行了，丞相钱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咱们的兄弟情谊连100块都比不了。你们谁愿意掏钱的，就将钱拿过来；不愿意的，就签个名，甭给我废话。一共13个人，除了齐浩自己外，只有4个人没签字：钟居然、赵彩凤、洪新文和孔修伟。洪新文为了公司兢兢业业拓展业务，后来在一次民工巡上公司闹架中，他因为拉架被人给捅死了。孔修伟上辈子就是因为被赵彩凤设计诬陷，最终黯然离开了公司。兄弟们拿命和虔诚对我好，这一世我肯定要送他们个圆满。齐浩眸子微微泛红，紧握着拳头，向赵彩凤问道：赵彩凤，你怎么不签字？待会准备拿钱吗？不会，你以为我是你的追求者？钱袋子冲你开口，随便你掏。还没说对象呢，你就惦记我的钱。我妈说了，你这样的女人娶不得，万一遇上比我有钱的，岂不是我之前的钱都喂了狗？齐浩，你睡了2觉，脑袋就坏了吗？还是把脑袋磕懵了？我不是答应跟你处对象了，你再这样做贱人，我反悔了。赵彩凤，你说啥呢？你啥时候答应跟我处对象了？有人作证吗？不会是我心灰意冷，放弃追求你，你怕丢了我这个钱袋子，所以故意吊着我吧？齐浩，你玩我呢？这不是你哭着求着让我当你女朋友，还迫不及待的连未来咱们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哼，追我的人可多了，不差你这一个。你想清楚了，不然你跪在我家门口磕死，我都不带多看你一眼的。赵彩凤，我是个大男人，跪天跪地跪父母。当然了，我姐姐对我好，我跪也说得过去，我凭什么跪你？你算老几？以前是我眼瞎，才觉得你抹了一层粉就是个人了。你给我捅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还没给你算账的。怎么？难不成你跟这群人是一伙的，就想要坑我的钱？好，我签名，我就等着看你裤衩都赔光。浩哥，你这是干啥呢？谁不知道你喜欢凤姐？兄弟们早就将她当成了嫂子。我知道你为了不让她为难，故意气得她签名，但是你说的话也太伤人了。我先帮你去看看，替你稳住她。浩哥，你来真的？那可不，媳妇哪里有钱飘香？13个人，一共1755块钱，这就是我们北码头的彩头。我的要求不高，你们也每个人拿出135，而你高成林必须跟我一起下乡，怎么样？我相信豹哥向来公平公正，也相信南码头的兄弟们说到做到，所以咱们签一份对赌协议，就开始比赛吧。高成林巴不得呢，双方很快就签了协议。等候多时，被人称为鱼冠军的青年微扬着下巴道：5局3胜，我让你先发球。可以，但是吧，我听说台球比赛的水分挺大的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咱们换个台子，顺便再拆一套新的球。这位齐同志，你是不是过于小心了？这台球怎么会被做手脚？哈哈，我这不是找借口拆新球吗？说不定新球太新太滑，你发挥失常，让我赶超了呢。有一丢丢可能赢的因素，我都不能放过。给他拿，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什么？要输就干净利索的，你折腾出1800个花样来，一样没脸。换了球台和台球，于冠军这会儿情绪稳定。不过是一个会耍嘴皮子的小混混，我随便怎么打也能赢得比赛，请吧。真让我先来，万一我一杆清台，你们可不许来账。齐浩，你别耍嘴皮子了，我们这么多人还能赖你的账不成？抓紧打吧，别耽误了吃午饭。齐浩摆好架势开球，几杆子下去，直接清了台，把在场的人吓得目瞪口呆。抱歉啊，没给你出场的机会。高成林，你输了，你们一共是19人，每人135块，那就是2565块，而你要跟我一起下乡作伴。豹哥在，你们不会赖账吧？浩哥，你打球咋这么厉害了？哎呦，连兄弟们都给瞒过了。说是不是你偷偷用功了，想要惊艳哪个漂亮小姑娘啊？洪新文和孔修伟也乐疯了，他们刚才也是凭借着兄弟义气，脑袋一热，准备好跟浩一起背负债务了，而没有留下来看热闹的几个人，肠子都悔青了。早知道齐浩有这个本事，他们说什么都不签协议了。豹哥，我不下乡。哼，白纸黑字写着了，你们要愿赌服输，我是你们请来的，怎么你们输了要打我脸？
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从码头滚出去？但是你们要想出这个门，先留下根手指头。对啊，你们别想不开啊！为了110来块钱就切了手指头，钱没了还能赚，这手指头没了可就是一辈子的残疾。7号，你别欺人太甚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下乡了，可你爸妈和姐姐们在这里呢，你总不想他们日子难过吧？包哥，您听听，当着您的面呢，他们就开始威胁人赖账了。谁不知道咱们码头乡在您的带领下，那是一片和谐，欣欣向荣，邻里和睦，劲往一起，驶征上游。去年咱们码头乡被评为优秀街道办，就跟您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他们威胁我家人，这不就是给咱们街道办增添负担吗？我娘可不是受气的，一点小事恨不能闹得人尽皆知。她一个没啥文化的老太太，听不懂大道理，只能顺着毛捋，我都不敢将今天他们欺负我的事说出去，他们还敢旧事重提，也是对您包哥主持公道不满。